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资生堂男士护肤线以及它的彩妆线。其实资生堂男士的这个系列呢，是朋友送给我的礼物，而且他买的非常的全，所以正好可以借机会来做一下测评，尤其是男士彩妆这个部分。如今这个面子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女生的专利，男生在购买化妆品、保养品的这个占比也占到非常大的一个数据量。越来越多的品牌有针对推出男士专用的护肤品，但是我个人是很少专门去购买男士护肤品的，因为大部分的男士护肤品真的就只是换了一个调香而已。而今天要说的资生堂呢，比较让我觉得特别的是，它真的针对男士改了很多的配方，包括它的彩妆其实真的比较适合普通的大部分男生，因为它主打的就是自然，比如在商务场合的时候，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有很明显的化妆的痕迹。那么从护肤线开始，我依次来介绍一下。所有的男士护肤品几乎都脱离不了黑白灰的三色，我们从洗面奶开始说起，一个白色简约设计的洗面奶，整个资生堂这个无论从护肤到彩妆，它的味道都是统一的，而一些重点彩妆呢，它是没有味道的。那么护肤线的这个洁面呢，是典型的皂基洁面，泡沫非常的细腻。其实大品牌这几年推出男士的护肤线已经改良了很多，因为他们深刻的明白，男士除了很多粗大毛孔肌之外，也有很多干敏皮，所以在这个护肤线里头也会有很搞笑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洗面奶，它完全就是皂基，而且非常的去油。对于干敏皮的男士来说，最好不要在秋冬去使用。其实男士的护肤流程更加追求的是高效速洁。接下来呢，就是它这个护肤线的核心黑腰子精华，跟红腰子长得是一模一样，就是变成黑色的版本，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这大概是资生堂最有诚意的一面了，因为它真的有用心做研究，跟女士的红腰子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针对性。虽然有很多的重合配方，比如说它的关键核心成分可以强化屏障的阿法和聚糖，比如说植物的萃取、紫苏、灵芝，这些都是有的共同成分。黑腰子呢，更多的是针对男士免疫力低下的问题，比如说男性通常不是那么注重 UV 防护，所以它的抵抗力呢，某种程度上是不如女性的。资生堂特别加入了3重山茶花萃取的专利技术，来达到抗氧化修护的目的。它的质地上虽然看起来也跟红腰子一样呈现凝露状，但是红腰子上脸是会有一定的膜感的，而黑腰子的这款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只有水润感，没有任何的膜感。其实它也含有2氧化硅，但是它的这个硅感并不是特别明显。我觉得资生堂有考虑到男士害怕油腻的这个问题，因为同样具备屏障修护的功能，如果你对女士版的红腰子呢，觉得它的质地过分的膜感，其实黑腰子也不失为一个选择。很多男生是不喜欢用化妆水的，觉得很麻烦，所以用这个精华来代替化妆水呢，它一样可以起到虚后水的作用。因为男士剃须之后不处理是造成皮肤粗糙的一个重大的原因，所以虚后水还是要用的。资生堂男士的面霜呢，其实有2款，我手上的这款呢，其实是比较适合除干冷天以外的季节，因为它其实是这种果冻凝胶状的，我已经基本上快用完了，取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完全就是凝霜的这个质地，非常的清爽。所以说涂这样的东西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富含水解珍珠蛋白，有很多的氨基酸，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湿的作用。像资生堂集团爱用的地榆这些药材的成分呢，又能起到很好的抗氧化跟修护的作用。无论是它的这个包装设计，还是它的肤感，以及它的这个绩效的水润度，我觉得都满足了大部分男性的这个需求。油皮应该蛮喜欢这款面霜的，如果特别干燥的话，可以选择白色的那款。接下来就是彩妆的部分，资生堂呢其实也有出这个男士专用的这个护唇膏。我觉得男生的唇膏就是滋润度，但是不要太过分的油腻。涂上嘴试一下，可以看得出来，它不是那种会散发明显油光的护唇膏。其实我觉得秋冬的话，男士涂护唇膏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在跟客户讲话的时候，你满嘴都是死皮，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状态。他们家的这个护唇膏呢，其实有2款，我的这个呢就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颜色的，然后还有一款蓝色的呢，是可以有一定的修正肤色的作用。因为有些男生他的唇色过深，所以就是可以考虑买那一款，它可以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更好一点。我现在呢就是已经护完肤，但是没有涂任何防晒隔离的状态，所以接下来我们先试一下它的防晒。某种意义上讲，它的防晒其实应该算2款，一个是传统的防晒棒，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样的设计呢，在资生堂本牌的艳阳下里头也有出现过，直接在你的面部
往上去涂抹。这个线把它用到男生线里头，应该也是觉得它非常的方便。我刚才有提到它非常适合干皮，就是因为它涂上去非常的油，所以我觉得只有干皮能 hold 得住，油皮用的话你肯定是会觉得太滋润的，因为它用起来就像一层油膏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涂抹特性可以做到非常的均匀，比如说脖子的这些地方，使用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方便，而且它更加利于在户外进行补擦。比如说男生会喜欢一些大型的户外运动，这个时候随身携带可以避免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要注意它这个设计，就是你每次转出来一点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转太多，因为有可能回不去。官方有提醒有这个可能性。包装呢也是非常的男性化，所以说放在包里面也不会有突兀感。而它的这支男用 BB SPF 30呢，其实更加适合大部分人。它其实就是一款日中用的防晒隔离一体的产品，而且它的这个质地啊做得很符合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就挤出来虽然是这种白色的，但是你快速的去涂抹，它会立刻变成肤色，和我之前提到的那个酷 A1的一个产品非常的接近，所以它其实是不调肤色的，任何人去使用它都会跟你的肤色相融合，所以它没有明显的泛白的作用，甚至如果你皮肤比较白的人，它还会有一点暗。现在很多男生喜欢美黑，尤其是日本的男生，他们比较喜欢健康肤色，所以这样的一款产品用在脸上是没有任何突兀感的。现在我在一半的脸上来试一下这款产品。现在我在这半脸上已经完整的涂上了这款 BB 霜，可以看一下两边的这个对比，我觉得几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色差，然后这边就是感觉更均匀一点，然后它的这个光泽度更好一点，当然也跟它的这个油分有关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么油感的感觉的话，你其实可以仅仅用这个就行了。通常一般带有修饰功能的这个 BB 霜产品是没有办法达到防晒的能力的，尽管它有 SPF 值，因为防晒一定要涂够量。但是因为资生堂这款产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跟你的肤色完全融合在一起，又没有强烈的修饰感，所以你是可以足量使用，不用担心假面的。所以这款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大部分男性同胞。接下来就是男士遮瑕的部分了。其实可能很多男生从来没有想过要用遮瑕膏，但实际上随着年纪还有紫外线的侵袭，可能你会有色斑或者有严重的黑眼圈，那么你一早在见客户的时候又回到这个商务的场景了，那么你脸上的倦容其实是会影响你的状态的。那么均匀肤色之后呢，其实就是重点来修饰脸上的瑕疵，就是用到遮瑕膏这个部分。资生堂一共出了3种不同的颜色，它是直接做成这种遮瑕笔的状态啊，所以非常的方便，随时去遮盖黑眼圈啊，或者是痘印之类的斑点。这个是它最白的颜色，1号色。这个是2号色，就明显深了不少。3号色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做修容了，在这些下颚线条上其实可以做到修容的作用。那我属于自然肤色，所以我用的它最白的这个颜色，主要一样就是在你的这个 T 字区打亮。比如说如果你有黑眼圈的话，你可以在这些地方画一笔，轻轻的画开，然后用手轻轻的把它推匀，不要太靠近你的眼睛，因为这样会比较假。眼袋的这个位置轻轻的往上晕开，这样它会更加的自然。像我的法令纹属于比较深的，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落笔，然后一样也是轻轻的把它晕开。通常男性比较需要遮的可能就是黑眼圈或者是法令纹的这个部分，但如果你想要遮的比较细致的话，比如说嘴角这个地方，随着年纪你可能会下垂，这个地方稍微打亮一点点，它就是有一点上扬的感觉。然后我们需要打亮的地方，这个部分把它打亮，可以有更强调它的轮廓感。眉毛的这个位置一点点，这样整体的这个面部的立体感会更加强烈一点。当然你也可以配合它的这个深色做修容，在这个位置沿着轮廓线一点点内推，因为它的这个质地做得非常的细，不用担心有很明显的粉感啊，重复去涂它都没有明显的粉感。
我今天还特地就是没有把胡子去刮一下。这款 BB 霜它可以修正清虚，就是你的这个胡须。遮瑕膏通常上在胡须上面是会有卡的隐患的，但目前来说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质地非常的柔滑滋润，不会有任何卡在胡须里面的状态，所以它真的是很针对男生设计出来的彩妆。这边是完全修饰过的，然后这边是没有修饰过的。不是很强烈，但是有些许的变化，我觉得很符合男士的要求，就是自然嘛。接下来就是我个人认为男士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眉毛，因为眉毛就是显得你整个人非常有精神。大部分男生的眉毛都是完整的，那么就是需要让它更加精致化一点。有2个颜色，一个是棕色，一个是黑色。我比较喜欢黑色，如果你的发色有染发的习惯呢，你也可以选择棕色，个人觉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这个呢就是棕色的颜色，它也是做成这种砍刀旋转的设计，所以非常的方便男生去使用。它其实是深棕啊，所以说不用担心有一些浅色男生会觉得很假，深棕其实是更加自然的。黑色其实与其说黑色，不如说是深灰，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深灰色，它其实能够让你的眉毛颜色更浓一点。那么现在我就用这款眉笔补齐我的眉毛的这个部分，我已经把杂毛给剃掉了，我的整个眉毛是完整的，但是它会有一些空隙，我们把它补齐就好。顺着你眉毛的走势去画，砍刀的设计呢，它就是画起来非常的精准，下面的这些空隙都给它补齐，主要重落笔都在偏下方的位置，就是这些位置你把它落笔重一点，让它线条感更干练一点。可以随时准备一个棉签在旁边，如果你没有画好的话，擦掉多余的部分，轻轻的往上做晕染，就是画到上方的时候落笔不要太重，因为要让它上面的线条虚一点，这样会比较自然，因为眉毛是有体积感的。我现在已经把眉毛的部分补齐了，如果你不小心手重觉得太浓的话，就用一个棉签，比如说眉头的这个部分有点线条太具体了，就把它稍微擦虚一点，这样它更加的自然。那么仅仅是这样，这个眉笔呢其实就很普通。整个男士的彩妆线里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支眉笔，因为它还有一个点睛之处，它还有另外一头。通常另外一头日本的话都是眉粉，但是它是一个眉梳，而且它不是睫毛膏，它是透明的。它主要的目的呢是类似于像眉蜡一样，液体的眉蜡，主要是塑形的，让你的眉毛根根分明。看一下我现在没有使用的状态。好，现在我把它涂上。就前几天我有用到那个 Patrick 它的那个眉蜡做那种野生眉，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称之为日本版的野生眉，但是它更加的自然，因为它不用担心结块，而且它直接就是梳子的形态，可以让你的眉毛非常的线条感呈现出来，不会僵硬，就它一直都是维持这种比较水感的状态。现在我已经在这个眉毛上使用过这个液体的眉蜡的状态了，就可以看得出来它非常的具体跟自然，跟右边这个没有画的相对比的话，它是非常的自然的，所以它连眉毛的产品都做得非常的自然。其实我有看到在小红书上有不少人会黑资生堂，说只有老女人才用资生堂的牌子，但是我想说资生堂真的是日本第一，而且它不仅是日本第一，也是亚洲第一，因为它真的考虑到太多的层面。你看它做一个男士的东西都这么的用心，因为它符合了日本人对这个自然的要求，又符合了大部分大众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它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精准。唯一稍显不足的就是整个资生堂男士线既然没有散粉，就是它有考虑到一部分干敏皮，但是油皮的话，这样上了全部产品的状态，我还是觉得有一点过亮的。因为我是油皮，它还会再出油，但如果是干皮的话，我觉得恰到好处，因为它正好可以把这个油脂给吸收掉，平衡掉。我自己的习惯会再上一层蜜粉来维持住它的干爽度以及稍有的控油作用。到了秋冬的时候，我就不需要用到那么控油的产品了，比如说我之前用的 Make Up Forever 的这些产品，然后我就用到了这个贵妇蜜粉，因为贵妇蜜粉真的不太控油。黛珂去年的这个做的很像一个怀表啊，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重，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小的粉扑，粉扑的质量不咋地，就是这个很容易掉。
但是因为它做的够小，你买别的替换布放进去，稍稍打圈的蘸取按在你的脸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修饰感，但是极细。虽然高丝集团感觉不是特别的努力，有在吃老本，但是高丝人家做粉就是全日本第一，最细，它就是在出油的状态，你按压也不会卡粉的。因为我现在脸上的油呢，其实是来自于刚才的这个防晒，直接这么按上去是不会有任何卡粉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细，然后瞬间就压光了。现在我已经把这边的底妆也全部都补齐了，包括眉毛的部分。刚才用到的这个3号最深的遮瑕膏呢，其实除了这个部分的阴影之外呢，你也可以用于眉头、鼻骨这个部分的立体感，然后比如说颧骨这个部分的立体感，它都是可以打造的。你想要更加分明的话呢，用这个最白的颜色打在这个 T 字区、鼻头的这个位置，然后包括下巴这个位置都可以打一点，这样它就会有更加自然的感觉。而且我刚才说了，无论怎么样重复去使用，它都不会有明显的粗糙感跟它的妆感。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化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归根结底就是你看起来干干净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以上就是珍藏男士的全部内容了，关注我，获得更多真实的护肤感受。感谢你的收看。